它有加漆，是两片夹要用鲨鱼皮。对，通常是剑用鲨鱼皮的多，哎，刀鞘一般民间用的刀鞘没有那么珍贵，哎。你们看这个鞘哈，就是老东西啊，老的剑或者老的刀，在鞘上面哈，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异，就是你看现代的鞘啊，这个鞘，现代的鞘哈，现代的鞘它上面的桩啊，因为它是分开做，然后它是成批做的，它就切下来，所以一般它的桩跟刀鞘之间那个结合度啊，缺少了一个什么？缺少了一个过渡，这样没懂？就它是直角的啊，它是直角的。一般传统的做呢，它在这边会敲下去，变成一个弧度下去，再接鞘，所以它的桩跟鞘之间会有一个衔接的弧度，那这个地方是要费工的，所以一般现代做它不会这样做，所以你看现代的桩做得很漂亮，可是它跟鞘的结合啊，它跟鞘的结合就没有那种整体感，听不懂？就是桩是桩，鞘是鞘啊。那一般像这个刀等级不是很高，你们看那个诗就晓得，应该是一个什么江湖大汉什么使用的。你看它这个啊，它这个就有一个弧度，有一个弧度到刀身去啊，你们仔细看，这边都有一个弧度的。就它不是直接切下去的来那个给摄影机看一下，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做的也有这样做的，传统的都是这个地方啊，它是这一整条做过来，做到这个地方装上来以后，这边是敲下去的，这边敲下去的是死的。那现在是用螺丝的那这种的优点就是说，它一做的时候啊，它会比较结实，比较结实，它不会松动但是缺点是什么？缺点就是它没办法拆。所以日本刀它可以保存那么久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，他们是把这个桩跟刀身刀条平常放的时候它是分开放的，它是分开放，它可以拆，它在插刀的时候，它可以插到后面，它可以插到整个刀条，所以它在保养的时候是刀条归刀条，桩归桩。所以他们的桩是可以换的那中国的剑跟刀，它这样子做稳固是一个好处，可是缺点就是它没办法换。它没办法换的时候呢，常常这个刀断掉是从哪断？从这边断。你看这个刀，我们插到的地方跟没插到的地方，它是从这个地方锈，所以一般会滴油。在这个地方往里面滴油所以中国的兵器中国的刀剑冷兵器，它存世的比较少这个是原因之一还有你看像这样的刀，这很明显是属于民间的刀。所以它本身来讲，它不是一种什么，不是一种传世刀。它在做的时候，在用的时候，就不是把它当做一个传世的东西来看待的，是实用的
实用器啊。那你可以从这个刀里面看到它的那个属于刀的那个威猛大气。你看它的盘是这样的盘啊，所以给摄影机看一下这个刀啊。你有没有发现到它这个地方啊，刀身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弧度的？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弧度吗？就它不是直下去的，它是有一个弧度的，中间稍微高，它的面啊，它这个面是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弧度的。有没有看到？那边变胖了。对。然后他把它打得比较。对，中间稍微厚一点，中间稍微厚一点，是不是？啊，这增加这把刀的那个受震的那个什么掉了，增加这把刀啊抗震啊抗压力的那个能力。所以你们看手工做的东西啊，手工做的东西绝对是我们怎么讲？它不是100%的规矩的。就没有两把刀，两个手工做的东西是一样的，因为它不是那种大量出来的，所以每一个东西都不一样，都不一样。但是这种东西也是因为它的不完美形成它的美，因为工业出来的完美的东西看久了就那样子。完美的东西就变成没有那么美了，没有那么美了，因为它所有的条件都是在预期之中的，日本做的刀，他们都有模，他们都有日本人做事嘛，他都有规定的尺寸的，他都有做好的模，所以什么地方要怎么样，什么地方要怎么样，他们是规定的非常严。所以那种是一种的做法，也就是说，你后面学的人你就照前人这样子，你不要去变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可是中国东西不是的，中国东西都是讲因人而异的，都是讲因人而异所以它手工做出来的东西不会是一样的。所以对于中国的很多东西来讲，尤其是冷兵器或什么的话，你去讲它的规格，军队中的可能可以，军队中的可以，因为军队中的他不知道使用的人是谁，因为兵很多嘛，军人一批一批的很多，那公家做东西他不能针对每一个人的需要，所以他必须做一个标准器。他要做一个标准器出来。民间东西就不是了。民间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，当他练出来，他要到兵器铺子去做一把兵器的时候，一个是他自己画图，第二个他是跟那个打铁的跟老板讲他要什么东西，然后打的过程当中，出批他就要去试，什么地方太重，我希望重心再往后移，然后他再打，这边再打薄一点，这边厚一点。所以在过程当中，跟传统做西装一样，现在做西装很多的程序都忽略掉了。传统做西装，以前我在台北问一个做西装的老师傅几十年的那个老师傅，他说他们传统做西装。第一个布先下水，然后裁完了以后再下水，每一道程序都要下水，完了以后要让人来试，所以他们做一套西装的时间是很久的。可那个西装做出来以后，它不会变形了那现在做西装就不是量，它布一裁就
就焦了，所以那个西装它不能持久，很容易变形。传统做这些东西也是一样的，它是在过程当中每一个步骤使用的人都要去试。所以是根据他的使用习惯、他的招式的特性啊，根据这个人的身高体重啊，根据他的气力，根据很多个人化的东西，慢慢去打成这把属于他的刀啊。所以传统的东西、手工的东西，尤其是冷兵器这样的东西啊，它真正来讲，它的个性是很强的所以你们可以，我们可以从一把刀里面啊，看出来当初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然后他用这把刀，他的力气跟他的招式是属于什么样的招式啊？这就是我们看这些东西它的有趣的地方。就我们经验越丰富，你越可以从一把以前的这种手工打出来，适应个人的这种不管是工具还是器械，还是什么东西啊，看出很多的讯息来啊，这就是这种东西的趣味啊。好，你们再看看，刚刚是谁在看？